尝一块。好的，谢谢。你看它这个麦芽糖还是软软的，能够压着变形。它麦芽糖里面加了什么？好香啊！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出来的？能拍得到吗？能告诉我一下那个麦芽糖是怎么制作的吗？玉米粒又磨成浆，放上那个麦芽，脱粒以后又把这糖水把它熬出来。哦，是这样子。把它熬干，要看火候，老了不行，嫩了不行。看火候以后才把它搅，又用人工拉这种。我看里面有一个黄色的是什么呀？那个是那个黄果皮。黄果皮，还有那个核桃仁。哦，加了黄果皮，它味道就是风味不一样。对，走吧，我带你去看。好的。好热情的老板娘，现在带我去看他们制作这个麦芽糖的那个磨的粉，是吧？这个是玉米粒，磨成碎块。哦，碎块。然后用开水把它泡起来，粉碎机里面把它磨成浆，一整天的熬。把那个水溅干以后，才是变成这种糖。哦，它没有额外加糖，从来都不加糖，不加糖精，你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的。现在你看我泡好的这个，我们不加的，糖精不加的。又复杂又辛苦又脏，你看每天都脏兮兮的。啊，所以做的人少。对，几乎年轻的人他都不会做了。嗯，是不是？对，是很甜嘛？很好吃，味道很纯正。它黏黏的，就像那个有奶香味哦。对，这个是什么呀？核桃仁。核桃仁。核桃仁。也是糖做的吗？还是？对，就是那个稀的那个糖，清糖。哦，现在正在煮啦。再见。好香啊！我这闻到的香味是什么味道啊？糖香。完全就是那个玉米提取嘛，这下糖浆以后要给它晾的比较温一点的时候就开始扯。晚上我可以跟你们一起扯吗？扯那个糖。我们就缺一个劳动力。好。那个很费手的。真的？真的很费手。就手很累，扯得会很累。不是，这些都会起泡。今晚给你们提供一个免费的劳动力。好。这个核桃仁他们也会做成那个叫做什么糖啊？清糖。核桃糖。核桃糖。今天早上7点就煮了。7点钟开始煮啊？对。哇，那煮了很多个小时啊。对呀。哦，已经干了很多了。干了。粘稠了很多。来，陪你盛。阿姨她用这个纸杯倒一杯给我喝，尝一下。太烫了啊，你要小心啊。好的，先放一会儿哈。放一会儿凉了，不然太烫了。要把那个水分给它煮干。今天晚上我就跟你们一起拉。好的。现在还不能叫麦芽糖，现在是叫铺花糖。阿姨和我说，他们每年都会趁着秋冬季节干燥的时候做麦芽糖，因为制作工序比较复杂，一般做一次需要3天的时间。做成之后，大部分都是分享给亲朋好友，或者让来到这里的客人尝尝鲜。因为既耗时又费力，所以现在还保持着手工制作麦芽糖的人真的已经很少了。家里人会啊，你这糖弄得怎么样了？有没有水花了？你看，铺花了，这就然后你看吗？像花嘛？对，小个。好稠啊。好甜是吧？但是甜味很浓郁。对，又有奶香味的，这个是。很粘稠，喝进去，然后有很浓郁的那种甜香。有些说像奶香味，有些说像麦芽味。小麦的那种香味。这个是不是今天晚上要用来拉那个麦芽糖的？拉糖的。就只有这个树木它才不会粘。这树木还有其他的树木不行，就这个树木。现在来搅糖了。哇，这个糖现在很像浆糊一样。就是这样子来回搅拌就可以了。对，要让它尽量在这个范围内。要是我觉得一个人在这里搅个2-3个小时，那肯定的手都得抽筋了。现在还好搅了，一会儿搅不动，得2个人同时。这个就用来糖有在这里面凉了再逮的。把糖放凉之后就放到这里面。这个面粉是炒过的，它就没有那么粘手了，对吧？对。这个就是你们之前做的麦芽糖。对。里面都裹好了这个面粉了，这个颜色看起来挺像馒头的。对。又可以软的，又可以敲烂的，这个是最好吃的。现在这个糖已经很粘稠了，你看它的动作特别用力，特别吃力。
这个拉糖的木棍也准备好了。那还有专业打光的，应该还有专业打光的。2个人头吧。打光师。现在要2个人一起才能搅得动了。诶，是可以了吗？不是，被我弄断了。哦，就像划船那样子了。哦，让我们当起小船。要帮你一下吧，一个人好像使不动，来我帮你。2个人使劲就快很多。一个人慢点。经过一整天的熬制，香味四溢，锅里的糖已经变得十分粘稠了。老板娘用筷子挑起糖汁，仔细观察是否形成一张薄薄的膜。她说，如果薄如蝉翼，就可以立马起锅了。看那么仔细，烤不烂的话就不好吃那个，就不好吃啊？脆哦。啊，不脆。这找的是什么？核桃仁。核桃仁，出锅了，终于要出锅了，这个重要的时刻。紧接着下一筐，好紧张啊，好紧张！他们在旁边勺糖的时候，这一边已经准备好了下一筐了。7个人搞一锅。对，7个人搞一锅糖。小伙子，我吃的是这里，你吃这边吗？我吃下边，我吃下边。我们小时候好吃，对啊，好吃。啊，不要录就可以。谢谢老板娘。今天晚上我们2个壮丁得到了回报了。谢谢你们啦，帮我们送糖。这个锅铲也不要浪费了。要吃饭。走喽，然后过去吹牛，出门吃饭去吧。走吧。来干杯，干杯。煮完糖了这么开心，在跳舞呢。麦芽糖。哦，今天晚上你们打边炉。你们这里面有什么菜？里面有好多菜，排骨、土豆、红萝卜。共进午餐。哇，好丰富啊！来，进入正题。不用了，谢谢谢谢，我们吃过了，刚刚吃过了。你们吃吧，我们在这里跟你们聊天。没事，没事，你们吃吧，你们吃吧，我们吃过了。太客气了，你好热情的老板。一起吃吧，没事。你是大老板吗？对，啊，我是大老板，这是最大的那个。小老板，他说他是小二，小老板真是。不是，他说他是小二。等到糖汁冷却之后，就可以开始今晚的重头戏——拉糖了。现在他们这个糖已经慢慢可以拉了，2个人对着拉，把这个糖打个结，双手拿着木棍，不停地缠绕拉扯，就像拉面一样，直到将糖块拉成银白色，糖丝均匀，才可以算是成功。这靠的可全部都是手臂的力量，因为特别的费力气，所以呢要2个人一起拉。扯白是什么意思？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就是瞎吹牛那个。哦，扯淡。瞎吹牛。扯白。也是扯白。啊，对。现在已经有4拨人在扯糖了。用劲的话，稍微那个均匀一点，慢一点用力，慢一点。它会把你放一只手，对，拿稳。扭一下，我扭这边。稍微慢一点。哦。哇，现在感觉有点那个难拉了，是吧？这个越到后面越难。这比去健身房好多了。我觉得我把这一坨给拉完是完全没问题，但是我很佩服你，你已经拉了2份了，这是第2份。这个还行了，这个头一次弄的话，第2天手都抬不起来。我教你一个办法，再来一遍。就有点像挥剑那种。哦，把它给扭一圈。挥剑。哦。你换手的那个只扭了半圈。哦。哦，你这就相当于扭了2圈。啊。我试一下吧。我这好重啊！有点重的。这个腕力要求太高了，力量要求比较高，做不到。他的杂交质是土的杂交质。
突出了2室一厅。感觉你们做这个特别开心。就是在干活的时候讲笑话就很。我活在大山里面嘛，没有什么压力嘛，就笑啊，笑啊，跳啊，从小就这样长大。自己放松一下。嗯，这就是快乐的秘密，是吧？不然的话，一天等一下。人年轻轻的那个眼我就重了。麻也麻不起来。大山里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。用线来勒着就把我们。哎呀！听着他们爽朗的笑声，我也被感染了，不自觉笑了起来。他们脸上的喜悦就像是山里面的太阳一样，散发着温暖。山里人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。我感觉制糖就如人生一样，制糖人常常把艰辛留给自己，把甜蜜送给了别人。我相信在中途客栈的这份温暖的记忆会一直保存在我的脑海里，难以忘怀，而那份香甜也会一直在我的心底深处回味。咸里边儿。人家打听呀，我们是用线来勒着，就把这个。现在老师傅又来教我一招，教你一招，不知道是哪一招。勒他糖的那招。他们不是用刀切割的，是用绳子把它给勒断的。他还不是说捏断的。像勒脖子那样子的。要不要试一下？这个是个技术活。哦，要小一点，小一点，小一点。它不均匀就可以。大小一点。可以吗？可以，不错。像我这个新手就要一个人打手，对，不然的话，对，你看这个就不行。哦，这个不行。这个就不行，把它掰下来就完事了。哦，它是没有勒到，对，没勒。我斜了，应该直一点才能勒的。对，两个绳子要在一个水平面上，不然它就勒不下来。哦，对，这个就是技巧。哎，太多了。我们小时候买不到糖，就靠自己家里面做这个。对，就这样做来吃。现在已经11点半了，他们这边还在拉糖，他们是最开始拉的，也是最后才收工的，就是付出的汗水比任何人都多。我刚刚拉了一下，这个手指节的关节特别疼，特别酸。现在带半斤出来溜一下，别怕，半斤。他上厕所。